是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楼上楼下的都是邻居，走动走动，促进睦邻友好。好久不见。如果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的话，你躲我还来不及呢。怎么会特意跑来见我？怎么会主动送上门来？我们是代表陈星来找你谈合作的。合作什么？卡曼，自己拉把椅子。看你这样子呢，你还不知道。我可以事先先告诉你，卡曼既不能完全信任我，也不能完全信任 BNT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合作起来，一个做前期，一个做后期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拿下这个合同。没问题啊，这是好事儿。我们既能分一杯羹，你们也不至于前功尽弃。但是我不便于参与这个项目。所以，你要交给他来做。所以在未来的半年里，我会时不时的跟这位了不起的抛妻弃子的陈俊生陈先生近距离合作。我希望你不要把生活中的偏见带到工作里来。但如果你在生活中是一个见异思迁、朝三暮四的人，难道转到了工作上，你就会摇身一变，变得诚实守信、一往无前了吗？我确实认为我在工作中的表现，配得上你说的诚实守信、一往无前8个字。唐江，我跟子君已经离婚了，我已经为我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，所以你能不能高抬贵手，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？对你来说是过去了，对罗子君来讲还没有。你知道这些天你儿子每天晚上哭着要回家吗？你知道子君每天晚上为了哄他整夜睡不了觉，第二天还要接着上班吗？你现在是富贵温柔乡的，但他们俩呢？你问过吗？你关心过吗？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，我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，我怕我去了以后他更伤心。礼拜5我就会把孩子接回家过周末的。你说的这些我真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好吗？何涵，换了别人谁都可以，除了陈俊生。可是现在的陈星最好的也最适合的，就是陈俊生了。如果你非不同意，那么我们只好找罗平了。不是这个王八蛋！所以说，做好这一单，踢走罗平。我跟罗平之间，我认为，至少我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的，而且我可以向你学习，配合你工作。好，但是如果我的工作节奏你要跟不上的话，你也会被别人看笑话的。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太过于沉迷跟你新太太在一起而耽误了工作。我觉得我会做的比你想的更好。那想你们俩。怎么了？看你状态很不好，生病了？还没有，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。我怎么会生病呢？没事，多喝几杯咖啡就行，连着开8小时会都没关系。老大，你发烧了，走，我们去医院。唐总，该开会了，5分钟。通知大家，会议取消。哎，等等，你们老大要去医院打退烧针。就算快去！哦，我就算发烧，我吃2片退烧药就可以。发高烧是要打退烧针的。走了，去医院。走。
么呀？要不要这么拼命啊？我得赶紧把咱们刚才协商好的内容布置给手底下的 consultant， 让他们赶紧准备起来啊！你不会待会儿还回公司吧？当然了，我来趟医院都已经浪费我1上午时间了。这点滴能不能打得快点啊？不可以，快了你会死的。那你下半辈子的时间不都浪费了吗？不就是发烧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打点滴呢？哎，大家现在不都是说最好不要轻易打点滴吗？你都快烧成肺炎了，好不好？输液呢，还是让你会好的快一些。然后记得输完液回家把药吃了。能再帮我个忙吗？什么？帮我给平儿买点玩具，给子君送过去。你都烧成这样了，还对那个罗子君念念不忘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平儿每天晚上哭的那叫一个惨烈啊！你得给她买点好玩的玩具，分散她的注意力。然后阿弥陀佛，她今天晚上能安静的睡一觉，让子君也能安静的睡一觉。那这样，你输完液之后呢，也不要回公司了，你也回家好好休息，安静睡一觉。如果你肯回家，我就答应你买点玩具去给他送过去。真的？说到做到。那好，我回家。想想我小时候，那是多么的聪明、乖巧、善解人意。再看看现在的小孩，一个个都是白眼儿的。谁有钱就愿意跟谁，谁房子大就愿意跟谁住。还好我从来没有头脑发热的想生个一男半女，养他20年，赌他未来会孝心爆棚的为他这个含辛茹苦的老母亲养老送终。烧成这样还能说出这么高难度语法的句子，看来还好。所以你放心了，你这么聪明，陈俊生根本搞不过你的。放心回家休息，高枕无忧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公报私仇的。哎，我已经开始为陈俊生担心了。来，唐娜小姐，这点维生素，补充补充。贺总，您找我。上次我们给伊利公司做活动的时候，那些摆设品还在吗？东西应该在仓库里，但是如果要找起来比较麻烦，因为仓库东西特别多。那就麻烦你帮我把它找出来，下班我要带走。你不用管，找出来就好了。好嘞。您是打算自己把这些断手断脚的都拼回去啊？这只是关节上螺丝掉了，不会太麻烦的。还有这些破损的东西，修复一下就好了。来，你再辛苦一下，帮我把这些搬下去。好。来。贺涵哥，很准时，谢谢，也替我谢谢老卓。不客气。你这是要干嘛呀？送给一个朋友，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就是那个罗子君，他儿子喜欢这些东西。哦，那吃的也是送给他的吗？是啊，唐晶告诉我，他最近情绪不好，让我去安抚他一下。那女神姐姐也去吗？他不去，他生病了。生病了？怎么会生病呢？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每个人都会生病的，你也会生病的。可是她在我心里应该永远都不会生病啊，她永远都应该那么光鲜亮丽，她是我女神啊。
你是我男神。你男神是老卓。哎，何涵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知道老卓有一辆摩托车吗？我知道啊，永远都不骑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如果有一天我看见他不仅开了，而且他还上面带了一个女孩，你说他跟那女孩应该是什么关系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真的可能，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女孩。那就是他喜欢那个女孩。不会是你吧？我先走了啊，拜拜，男神，再见，男神。平儿，妈妈用昨天剩下的玉米还有青豆给你再炒个饭好吗？不好，我想吃雅琴阿姨做的卤肉饭。卤肉饭呐，明天吃好吗？妈妈明天下班以后买点五花肉回来给你做。这样吧，我们叫外卖吧。这里还有好多外卖的好吃呢，你看看上面，你看哪个图片你喜欢的，告诉我，妈妈打电话叫他们送过来。一个都不想吃。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啊，平儿，来，可爱叔叔，看看喜不喜欢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先别拿，拿着看看喜不喜欢。你专门来给他送玩具啊？唐静说你们家小朋友情绪不太好，让我给他送点玩具过来。啊？那唐晶呢？生病了。生病了？他今天早上送我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生病了呢？是不是我最近麻烦他的事情太多了呀？哎，所以说呢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尽量自己解决。自己解决不了呢，你可以先给我打电话。至少这一个礼拜我们约定好了，让他先好好休息休息。知道了。喜不喜欢啊？喜欢。那行了，这些东西都拿来了，你就回去吧。你跟唐晶都是大忙人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来都来了，我起码帮他装好了。再说，如果小朋友真的要喜欢，这也就不叫浪费时间了嘛。平儿，带我去你的房间，我给你变个魔术。好。走。哎，那这些锅子什么的是？哦，这是老卓配的寿喜锅食材，你等一下放在锅里煮一下，就可以当晚饭吃了。哦。慢点，慢点。这个锅子怎么打开呀？我一会儿帮你弄啊。然后我们干什么呀？然后，你作业写完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先去写作业，我把这个给你装起来。那得等什么时候啊？你作业写完了，写好了，我就给你装好了。好嘞。等一下啊，马上就好了。你现在在干嘛呢？我在帮你装东西，等一下啊。哦，我看见了，有大黄蜂，还有擎天柱。快进来吧。哇，好大的大黄蜂啊！我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大黄蜂呢。哇，还有这么多呢。还有这个，看看喜欢吗？这个更酷，超级喜欢。那你以后是喜欢住在这儿啊，还是喜欢住到以前的房子去？当然是这儿了。
姐，你走的时候会不会把他们都带走啊？我可以把他们都留在这儿啊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没问题，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那你以后得听妈妈话，每天晚上回来得好好睡觉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嘿呦嘿！好，那你玩吧。好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想了办法。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希望他可以开开心心在这儿过下去，不要老是吵着闹着要回去。还是你比我有办法。好，那你们两个吃饭吧，我先走了。饭怎么弄啊？我教你。好了，等一下锅开了就可以吃了。啊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啊。哦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以前都怎么吃饭的呀？你不做饭吗？我做的，我也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、蛋炒饭，我是雅琴做的。以前我不太会，我现在开始学了嘛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叫外卖的呀。外卖很不健康，好不好？我知道的，叫外卖的人都知道不健康的，但是没有办法的呀。好吧，那你等一下吃吃看，如果觉得味道还可以的话，我就让老卓每个礼拜给你配上2锅，这样也就可以解决你2、3顿的晚饭问题了。哦，不是刚说过不要麻烦你们了吗？这不叫麻烦，这叫解决问题。如果说你带着孩子老是出去吃外卖，吃坏了肚子或者生病了，那才叫麻烦。你不吃一口吗？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那个，我就不留你了啊。我知道你肯定约了人了，而且你肯定也不想跟我们吃饭。这个你路上拿着吃啊，在我们家忙到这么晚都没吃饭，我很不好意思的。拿着吧，别开车开得饿晕了就跑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拜拜。拜拜。